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朋友们，您在家里闻到过奇怪的味道吗？不是垃圾桶馊了，也不是下水道反味，而是在门窗紧闭的卧室里，突然飘来一阵像是死老鼠，又像是烧焦了的臭味。如果有，请立刻警惕起来，因为在通灵师和风水专家的眼中，这可能不是卫生问题，而是那东西进门的信号。很多人觉得，只要我看不见，那东西就不存在。大错特错。其实，它来的时候，往往是未见其形，先闻其味。甚至有人问过真佛宗的创办人卢胜彦师傅，鬼到底有没有味道？卢师傅的回答非常肯定，人有形体，有人味，鬼无形体，但有鬼气，自然就有味道。那么，如果不幸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家里会出现什么味道？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用最简单的手段，比如一杯水、一把米，来测试家里的风水干不干净呢？今天这期内容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那种所谓的鬼气到底闻起来像什么。并不是所有的鬼都有味道，但如果是那些心怀怨气，想要作祟害人的恶灵，他们身上的味道往往是令人作呕的。根据多位资深修行者的描述，这种气味非常具体，通常有这么几种。第一种是浓烈的狐臭味或者是口臭味，非常刺鼻。第二种是更可怕的尸臭味，像是羊膻味、腐烂的肉味、死鱼味，甚至是死老鼠的味道。更有高人直言，那是一种邪恶的臭味，带着阴冷潮湿的感觉。通灵师秀芝曾说过，他只要走进一栋房子，一旦闻到这种阴气，马上就知道这里面住着众生，而且绝非善类。这种阴气重了，住里面的人会怎么样？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阴阳怪气。因为恶鬼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控制人的心智，盗取宿主的阳气。您可能觉得这是迷信，那我们来听听真实的经历。今年年初，有位朋友回香港探亲，住在他外婆家。当时外公外婆都回乡下了，房子里就他一个人。第一天晚上，怪事就发生了。每当他靠近阳台门和床边的一个空荡荡的位置时，就能闻到一阵阵刺鼻的臭味。那个位置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家具，没有杂物，非常干净。而且最诡异的是，这个臭味是有固定范围的。只要离开那个方圆几步的距离，味道瞬间消失，一走回去，臭味扑鼻。这像不像是有个看不见的人一直站在那里？因为那个位置是上下床的必经之路，这位朋友避无可避。那一晚，他虽然强迫自己关灯睡觉，但整晚都在做噩梦，梦里那种压抑感让他第二天醒来疲惫不堪。这就是典型的气味预警。再来讲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故事。有一位在工业界服务的师兄，他从小在宫庙环境长大，对这些事情见怪不怪。但他是个理工男，凡事讲究证据。有一次，在他姨婆的葬礼法会上，大家正在念经，突然空气中飘来一股像是臭水沟底下的腐烂土味，非常恶心。如果是您，可能会觉得是谁放屁了，或者下水道堵了。这位师兄立刻开启了科学办案模式，他甚至引用了华人之光李昌钰博士的名言：证据会说话。
他迅速排查了3点。第一，他昨天刚洗澡，自己没问题。第二，周围人的表情都很镇定，说明不是有人拉裤子里了。第三，周围根本没有水沟盖，也没有死老鼠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味道持续了整整10分钟，然后突然就散了。而在那10分钟里，没有人走动，风也没吹。后来他去请教了一位开了天眼的叔叔，叔叔告诉他，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周围的好兄弟过来领功德的时间。从此以后，这位师兄只要在荒郊野外或者住酒店时闻到这种无源之臭，他就知道朋友们该撤了，那是人家在赶人呢。如果说闻到味道只是让人害怕，那接下来这个年轻妈妈的遭遇就让人背脊发凉了。也是凌晨5点多，这位妈妈被一阵强烈的缩水味熏醒了。那种味道很浓，像是漂白水混合着受潮的衣服味。她以为是妈妈在烧水或者洗衣服，结果老人家说根本没动过水。带着疑惑，她回房继续睡。就在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自己的背部被狠狠地捶了一下，非常用力。她瞬间惊醒，心脏狂跳。房间门是锁着的，只有她和熟睡的孩子，孩子离她很远，根本够不着。那么是谁捶了她？那个味道又是哪里来的？这种无缘无故的攻击，在玄学上往往意味着家里的磁场已经被严重干扰了。听到这儿，我知道大家肯定在想，那我怎么知道我家干不干净？我又没有天眼，闻不到怎么办？别急，接下来我教您7个不需要开天眼，普通人就能操作的自测方法。记不住的朋友，建议点赞收藏起来。撒米寻踪法。灵魂学家指出，任何能量体都是有微弱重量的。如果你怀疑家里不对劲，可以在晚上睡觉前，在客厅的地上均匀地撒上一层薄薄的白米，千万要铺平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不要急着打扫，先仔细观察米上有没有奇怪的痕迹，比如类似鸡爪的印记，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凹陷。如果有，那可能就是他昨晚来过的证据。清水测试法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找一个透明的玻璃杯，装满清水，在屋里没人的时候，把它放在角落里，静置24小时。如果你发现这杯水变得特别浑浊，或者水量莫名其妙少了一大半，远超正常蒸发量，那就要小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是最好的能量载体，灵体带有特殊的离子场，会加速水的蒸发或改变水的质地。晨间观测法。早起的鸟儿不仅有虫吃，还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如果您敢的话，可以在早上5点到7点之间起床，不要设闹钟，自然醒最好。下床时不要深呼吸，动作要轻，轻轻推开房门，瞬间看向客厅的四周。如果您看到白光或黄光，那是正常的善灵，不必惊慌。但如果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红光、绿光，甚至是黑影在闪动，那就代表家里的气场有怨气，需要处理了。婴幼儿预警法。家里有3岁以下的孩子，特别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婴儿，他们是最好的雷达。如果亲戚朋友带孩子来你家做客，孩子一进门就莫名其妙的大哭大闹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
一抱出门马上就停。相信我，这间房子的磁场绝对有问题。孩子的天门未闭，他们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指南针探测法。人体和灵体都带有生物电磁波。拿一个指南针或者风水罗盘，放在屋子的正中央，或者你觉得阴森的角落，确保互为没有电视、冰箱、埋强电线等干扰源。如果指南针的指针静止不动，那是极宅。如果指针疯狂乱转，或者左右摇摆不定，说明这里的磁场极其混乱，很可能有灵体在干扰磁场。爱犬狂吠法。狗的感官灵敏度是人的几千倍，它们对灵的感应、对次声波的听觉都远超人类。如果你家的小狗突然对着家里某个空旷的角落，毛发竖立，发出凄厉的狂叫，或者是那种恐惧的低鸣，怎么叫都不回来，别犹豫，那个角落一定有东西。就像前文提到的，表姐寄养的小金毛对着床尾的空气嘶吼了1分钟，直到主人安抚说是亲人回来了，它才安静下来。狗是不会撒谎的。体感温度法。最后一个也是最直观的，身体的感觉。如果你走进某个房间，明明门窗紧闭，却突然感觉背后一阵阴风，汗毛直立，温度骤降好几度，这就是最直接的阴气重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为了吓唬大家。正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些灵体只是路过，或者就是我们的祖先回来看看。但如果您的家中确实出现了以上多种征兆，并且影响到了家人的健康和睡眠，建议您保持房间的光线充足，多晒太阳，或者请专业的师傅来看一看。毕竟家是我们最后的港湾，住得安心才是最大的福气。您家里发生过无法解释的事情吗？或者您听说过什么其他的测试方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个赞，分享给关心的人。我们需要敬畏未知，但更要懂得保护自己。我们下期见。